所以才认识这种东西。感觉在其他地方点不到的酒。板小猪体验，好好吃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今天要去河内。其实越南河内呢，对我来讲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大概4年前吧，2019年的时候去过一遍。那次因为是家族旅游，就没有特别拍影片，再加上呢是跟团，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去了什么地方，反正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时至今日，我对河内的印象真的蛮模糊的，而且我记得上次我甚至连一碗粉都没有吃到。那这一次感谢奥拓的邀请，要带着大家去我睽违4年的河内，来一个5天4夜的美食之旅。出发前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奥拓好了。我在收到合作信之前呢，其实就有看过，就是几个我很喜欢的YouTuber， 然后他们已经有去过这个河内的行程。但我当时其实当然没有仔细看，就是奥拓是什么，就是都在看那些 vlog。但是后来了解到说，其实奥拓是一个蛮酷的精品旅行社，由一群非常资深的玩遍世界各地的旅人组成，是爽人吧？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但我之前就是想到旅行社的行程啊，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哦，里面会有一些可能我没有那么感兴趣的行程，而且因为又是一群人，就是你又不能随心所欲的爱待多久待多久，反正就是之前想到旅行社就会觉得没有这么适合我的旅行风格。但必须说，奥拓真的是完全的打破了我对旅行社的刻板印象。首先呢，我真的非常喜欢奥拓他们的品牌精神，就是深度旅游，要玩一个地方就给我认真玩，而且这个认真玩呢，不是只有一种玩法哦，你爱吃你就给我认真吃，你爱拍照就给我认真拍照。那大家在奥拓官网上面看到的行程呢，其实也都是奥拓团队他们实地走访以后精心规划出来的。那再来是无脑的部分，但大家有规划过旅游就知道，其实这些行前的工作啊，还有这种做功课，其实是最累的部分。但是有了奥拓这样子的旅行好伙伴，什么东西都给你宽本本，大家真的可以说走就走。最后一个我觉得奥拓很值得称赞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各种东西都非常的弹性，出行的主题弹性，天数弹性，然后2人成行，所以人数也非常弹性。基本上你只要揪到一个旅伴，就可以说走就走。那奥拓的官网其实有非常多的行程可以选，大家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天数还有兴趣的。想到那个佛越南面包，还有鸡蛋咖啡，太期待了。等飞机的时候就来看一下奥拓帮我们准备的越南旅行大宝典，话有点多，好啦，没有，就是讲得非常的详细。来越南玩其实是需要签证的，而且就算签证办好，其实落地以后也听过蛮多朋友就是在海关那边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奥拓很赞的就是呢，你只要出发前填一个 Google 表单，他会帮你把签证办好，而且落地以后其实是有专人接的，所以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出关。看看我的同梯们，甚至都还没有人出来。因为台湾跟越南有1个小时的时差，越南慢了1个小时，所以现在呢，越南时间其实还不到2点，所以我还有整个下午的时间可以玩。这2天入住的是我也在河内老城区非常精华市中心的一个饭店。为什么我知道很精华呢？因为有够塞车，就我看 Google Map 可能就这么短的距离，然后实际塞了大概15分钟。今天入住的是这一家 L Hotel， 来带大家 run tour 一下。嘿。我现在把相机放在我行李箱上，很方便。房间蛮宽敞明亮的，现代混了一点复古的风格，很喜欢。枕头有点高哦，床是硬床，怎么办？碰到床好想睡觉。浴室、马桶，又是一个超大的镜子，阳光伞，然后对该有的都有。run tour结束。今天的美食在地导览呢是下午6点，所以我现在还有大概2-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先去吃最在乎的东西。我刚刚换完钱，准备要去吃今天的第1餐，然后大概重录了10万遍，因为永远都会有人在后面突然间超大声按喇叭。河内的交通真的是名不虚传。第1家呢，我要去吃一个凉拌米线加上椰子面包，招牌的烤肉檬粉来了，它的分量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以蔬菜打底，上面是凉拌的米线，铺上现炒的牛肉，还有黄豆芽，上面撒满了大量的炸蒜，然后还有花生米，整个好香。第一口咖喱。看
看起来好吃多了，好吃300万倍。黄色的这个酱是灵魂，有一种千岛之魂海鲜酱的风味。炸洋葱，还有花生米，还有豆芽，混在软软的米线里面吃，真的太好吃了。牛肉是蛮嫩的啦，但是没有那种哇哦惊为天人的嫩。夏天没胃口的时候吃这个真的很爽哎。这个椰子面包是小红书，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它好吃到隔天还打包了好几个带回家。身为面包控，不可能放弃任何一个吃到好面包的机会。面包是炸的不错，就是里面蛮蓬松的，然后外面金黄焦脆，有淡淡的椰子香，但是真的没有好吃到要隔天再来打包哎。一碗超大的米线加上一个面包，770，完全说不出来，77K， 77000的越南盾，100台币而已，真的是物价不错不错。从米线那边走3分钟就来到了一条充满咖啡厅的小巷子，真的路边都是人在喝咖啡。找到了我要去的 Loading Tea， 这里有个指示牌教你走到2楼去，真的很一言难尽的一个地方，就是好的那种一言难尽，但是它的元素太多了，多到不知道该从何讲起。OK，thanks。Loading Tea里面虽然有非常多元素，然后很缤纷，但是因为它挑高其实蛮高的，而且又有就是大面的窗户采光，所以不会让你有一种很拥挤的感觉。这个手绘的菜单超可爱，鸡蛋咖啡来了，它看起来超好喝。冰的鸡蛋咖啡好像就是拿那个打泡打成泡。就是把鸡蛋打发，然后变成这种绵密的泡泡，上面这层鸡蛋泡沫很浓稠哎。我怎么28岁才认识这种东西？上面那一层有点像稀奶油，就是流动性比较差的那一种液体，但是它的香味呢，喝起来完全就是布丁雪糕的感觉。在大家在台湾如果想要复刻一样风味的话，我觉得你就是买一个那种布丁冰棒，直接插到美式里面，那味道真的是太聪明了。一杯6万越南盾大概是80几块台币，但是有一半都是冰块哎，我真的漱2口就没了。喝完闪人，它的外面猫猫，它好厌世哦，它厌世的好可爱，笑死！拍一下猫直接忘记我刚才要讲什么。好啦，我本来喝完鸡蛋咖啡，预估是要回饭店，刚好接着晚上的美食导览，但无奈鸡蛋咖啡喝太快了，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喝酒了，对不对？下午酒，不小心走到了一个观光景点，我甚至懒得站到中间那边去看它的全貌。我记得我上次来河内的时候好像有看过啦，对，但现在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酒吧。来到了一个感觉是会被卖掉的地方，这里上去吗？上楼后推开门，别有洞天，新潮复古结合的老宅风格很有特色。点了一杯越南米糕跟香蕉元素结合的威士忌，超级惊艳。OK, I will try. Thank you. 这家河内 Cafe and Club， 它用了蛮多越南在地的元素，然后有很多看起来都很好喝，什么香蕉啊、斑斓之类的。那每次来这种地方，我都会想点，就是感觉在其他地方点不到的酒。于是呢，第2杯我点了这一个，就是一个有腌橄榄还有鱼露的酒。口感是 gin fizz 那种比较大颗的气泡感，但是里面呢又带了一点咸咸、酸酸、辣辣。鱼露的出现只有在你吞口水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那个鱼露的香气，难怪他叫我不用怕，真的是蛮淡的。喝着酒，放空，看着景色，太快乐了。应该都知道，我就是一个对行程很有控制欲的人，就是不喜欢去那一些超级观光名店，所以每次都会跟大家收集一些就是当地厉害的小店。那这次来河内呢，因为有美食导览，就直接当一个快乐废物。嗨，我们的第一站是法国面包。OK， 到了买法国面包的地方，我想吃猪肉的。第2站本巧，就在我中午吃的那个
个烤肉米线的隔壁。这是什么东西啊？板桥。板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煎蛋皮，然后里面会包就是猪肉啊、鸡肉、海鲜各种不同的东西。在等这个板桥的时候呢，先来吃一下第一家这个法国面包。在台湾的时候我就超爱吃，我还会跑去三重吃那个什么范玉婷法国面包。现在直接来河内吃起来。这个面包被压得扁扁的，所以它的面包体就是相对薄一点，然后料很多。因为之前在台湾吃的那些越南面包啊，就是腌制物的味道会蛮重的，然后干酱的味道也会很重。但是这一家反而是每个东西都是淡淡的，淡淡的干酱香味，淡淡的腌制味，比较吃的是食物的原味。拿米纸卷这些菜，然后加上一块这个板小，里面料好多哦，里面料很多，很好吃的料来。首先消个毒，换我来了，狂包一通，其实蛮好玩的。好大一个板小初体验。好好吃哦！这煎蛋皮跟我在台湾吃的完全不一样，它的蛋香非常的浓，里面的海鲜是虾子跟鱿鱼嘛，看起来就是普普通通便宜海鲜，但是它其实很好吃，鱿鱼很弹，然后虾味很浓厚，它是那种粉粉的口感，但是虾味很浓厚，搭配上清爽的生菜还有鱼露，这东西好好吃。继续吃，前面大塞车，然后被拎着走。散步来到了艺术中心，这边是车不能进来的。然后现在因为是周末嘛，所以就摆满了夜市，超热闹。我们现在要往夜市里面前进。第3站继续探索新东西。现在来到了这家店呢，是卖虾酱粉的。导游说虾酱粉真的是只有越南才有，除了这个地方，其他地方都吃不到。这概念跟刚才的板小有点像，就是生菜，然后配米线，然后配上了一些炸物，但它的重点呢，就是会有一碗。这个黑黑的虾酱呢，拿了不要直接吃，因为它很咸。先挤一点荆棘，加一点辣椒，疯狂搅拌，搅一搅会变成这样泡泡状哎。还是沾点东西吃好了。太神秘了，炸的感觉是蔬菜肠，好吃。虾酱本人的味道很重，就是那种甜甜的发酵的虾味，加调味偏重的这种炸物，它反而是可以中和掉炸物那个咸腻的感觉，增加一点甜味跟鲜味。但这个好吃呢，我觉得是一个负负得正的效果，就是炸物本身如果自己还不错吃，沾这个的话，我觉得就不会加分。这一碗真的太酷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我增加了很多食物库里面的那些知识，第一次吃到这样一坨的粉诶，一块的吃起来有在吃那种米糕的感觉。最后一站来吃甜点压压惊。这是我的椅子，这是我的桌子，琳琅满目的菜单，各式各样的粤式糖水。看了一下菜单啊，其实跟那种泰式的甜品好像蛮像的，就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他说是粤式豆花，不知道跟我们平常吃的有什么不一样。没有花生味的中华豆花，它的口感完全就是中华豆花，我好爱哦。它的豆香是很清纯的那一种，没有任何的焦味，只有淡淡的豆香。这一碗平平无奇，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吃完。再来是味道很重的榴莲糖水，是盐奶打底，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料。我放了一坨榴莲肉，来吃一个绿绿的冻。这个一条一条脆脆的，不知道是什么，也很好吃。虽然我现在已经捞不到榴莲了，但是它整碗的料其实都被那个榴莲的香气包覆，每个料都加了10分。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明天见，拜拜！大家早安，现在是第2天的早上9点，好困。跟导游说再见以后呢，其实我没有直接回家，这种感觉超像背着妈妈偷偷出门的感觉。昨晚去了一家隐藏的非常深，没有人带根本找不到的酒吧，叫做 Havlinton， 它是亚洲百大酒吧，装潢非常美。那酒的话，我就只点了1杯。只点了1杯，但就是因为这样，今天跟导游约9点，现在整个还没睡醒。导游跟车已经来了。第一站呢，来到了西湖，西湖旁边呢就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正国古寺。
1800年历史的菩提树，好大哦，无边。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行程——火车咖啡。现在 literally 走在铁轨上，铁轨的两侧全部都是咖啡厅。点了一杯椰子咖啡，但是在火车咖啡这边呢，我觉得咖啡不是重点，重点是等火车，很香耶，很甜。火车一过1分钟又回到了原样，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里真的是一个很动态、很酷的地方。现在大概11点半，早上的行程也告了一个段落，要去吃午餐。今天来的这一家呢，导游说叫做奥巴马河粉，因为之前奥巴马来吃过，这家店里面到处挂满了跟奥巴马的合照。他们疯狂到保存了那时候奥巴马坐的位置，这不会是原味的吧？有洗过，还好。这家店里面的装潢我觉得真的偏干净，就是蛮观光客或者是洁癖友好的。一进来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大盆的菜，然后还有一大盆的凉拌米线。我就跟导游说我已经吃过凉拌，我今天想吃汤了。他说没有啊，这个就是汤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就是米线泡到热汤里面这样的做法，看起来不像一碗汤，看起来比较像要吃肉，然后那个汤汁没有滴干净。还是一口肉，吃看这块肉饼，它看起来一副很咸然后很油的样子，但它其实是甜甜的烤肉味，外面会烤的有点焦炭香，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致癌物的那一种，但是很好吃。配米线吃吃看，补一口青菜。这一碗肉汤的油脂比较丰富嘛，所以如果你吃很多口的话，其实还是会有点腻的。这时候生菜就很重要，特别是我很喜欢那个紫苏叶还有薄荷，就可以把那个油脂的味道平衡掉。大概消灭了半坨，真的量太多了啦。谢谢。吃饱饭真的快睡着。刚才问了导游下午的行程，他说还有环湖跟一个歌剧院，然后我就说可以不要环湖吗？他就露出了一个无奈但关爱的表情，可能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废？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啊，对。哦。睡醒以后来到 Accio 这家咖啡店，顾名思义，这边就是喝淡咖啡。竟然在我昨天去的那一家 Loading Tea 的对面，真的是斜对面，然后也是有这种窗外的位置。很好奇热的淡咖啡味道是怎么样，因为今天早上我跟在地向导说，我昨天喝了冰的淡咖啡，他说本地人没有人在喝冰的，那邪门歪道，他们都喝热的，所以今天就找了一家来尝尝。这一家 Accio 他们的淡咖啡跟其他的店也蛮不一样的，这边的他把打发的这个蛋黄泡沫装在一个超可爱的蛋容器里面，然后浓缩是另外给你。说到这里，我才想到他有推荐3种喝法，我刚才直接把咖啡倒下去了，来不及了，我们就干杯。再加它的蛋黄泡沫是像融化的慕斯那种口感，咖啡是酸度非常明显的那一种。我还是比较喜欢昨天那家 Loading Tea 的，说喝就喝。就是甜甜焦糖布丁咖啡的味道，它的咖啡比刚才那家 Accio 好喝很多哎。导游今天早上跟我说，他觉得冷的淡咖啡会有腥味，但是我其实觉得热的淡咖啡它有一点点那个淡的腥味。走去按摩的路上，不小心遇到了一个超香的咖啡面包，所以我就买了。现在冷掉了，闻起来有一点化学味，但是它刚出炉的时候真的有够香，就是十字路口全部弥漫着咖啡面包那种香味。好吃偏甜的咖啡面包，它的那个上面咖啡奶酥的部分薄薄的一层而已，但面包体做的好赞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出炉，它整个湿润度很够，然后蓬松感也很足。重点是这个面包这么大，才2万越南盾，就是好像不到30台币吧，超快乐。如果开在我家楼下，我应该会每天吃。这一集应该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不然我觉得这一集可能会1个小时。我真的这2天都还没有2天整哎，这30几个小时竟然吃了这么多东西，那就期待我的河内下一集吧，大家拜拜。